好，我们来关心的是解放军的第2号人物张幼霞落马哦。这个传出有一些不一样的原因，不管是在做核武上面的泄密，还是黑金贪腐，现在双爆雷哦。习近平彻底掌握军权了吗？那台海局势接下来如何看？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在1月24号这一天正式的宣布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以及包括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他们提到的刘振立2位哦，因为呢这边说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遭到立案审查做调查。那么解放军也在1月26号在头版这边特别发文说，人民军队不容反败，不容贪腐等等。那《华尔街日报》也做了报道说，张幼霞真正落马的原因，《华尔街日报》解密，是因为他说呢，向美国泄露了有关于中国大陆核武计划的资讯，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现在据传是因为内部调查指出，张幼霞有帮助提拔中国大陆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借此来换取巨额的贿赂。现在指出有2个重要的原因，委员怎么看？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地下交易或秘密吗？这里面到目前为止都很难精准的去判定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中共中央军委会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目前只剩下主席习近平跟副主席张生民啊，剩下2个人。而这副主席张生民是火箭军的上将，那其他的大概都因为各种事件而下台。而这一次指控张幼霞的用词，我仔细看是有点的特殊。第一个特殊的地方是说，他指控他破坏党主军委会主席负责制，也就是这里挑战到的习近平的权威啊，很明显用这个字眼就表示他公开或者在军队里面跟习近平唱反调，啊，所以这是一条罪状。第2条罪状就是说他贪腐，但是国外的媒体是说他涉及收钱帮李尚福升为国防部长，那大陆的媒体倒是没有提到李尚福的事，会不会从李尚福的案子里面延伸过来不清楚啊，都是这样贪腐。那第3个罪状呢，就是没有遵守党的纪律。跟党的纪律是什么东西呢？那《华尔街日报》说，他有把核武器的计划泄露给美国人，那这个都是《华尔街日报》额外的新闻，在大陆上倒是没有这方面的新闻，所以这个里面不管哪一条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都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比如你挑战最高统帅，然后你这个升官收钱，然后你泄露机密但是这么高位阶的人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他也70几岁了，70几岁的人通常不会有什么政治野心啊。到底发生什么事？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那所谓参谋长这个刘振立他官位当然小一阶，但是也是解放军军方非常高阶的一个领导的将领。那整个军委会里面都有不适当的人选跻身其间，这个大陆的体制自我检讨、自我修正，这是必要的。好，那我们也看说，接下来张幼霞遭到清洗嘛，对于接下来解放军的整个体系会造成多大的冲击？等一下请吕舰长来带我们看，也是说是不是间接反映习近平已经在大权在握，能够掌握军方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张幼霞她的背景，因为特别的不凡哦，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也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跟习近平同为太子党的成员，而且父亲叫做张宗逊，在国共战争的时候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在西北野战军并肩作战。张幼霞的位阶来讲也非常的高，仅次于习近平，被视为解放军的第2号人物。那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这边做了一个分析，说这一次的落马行动也代表说，在解放军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是对最高指挥系统的彻底清洗。接下来对解放军的整体军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个人的研判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一次落马的就是只有这2位哦。那当然，加上之前的，现在这一个有关于中央军委只剩下2员。
那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之前是怎么运作的？那以军方来讲啊，那解放军其实它这个是一般大家比较少了解的。但是如果以国军所对外公开的，我们有5级代理制度。5级代理制度，例如说舰长现在阵亡了，谁来替补副舰长？那副舰长阵亡了，谁来替补？那有可按照各个单位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替补，可能是辅导长啊，或者是有可能是战系长，或者是作战长。那中央军委何尝不是如此？现在能够正常运作，也因为如此。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认为有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也就是这个东部战区的司令杨志斌，他仅上台了1周，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正义使命2025一样，这个军演也顺利完成，而且甚至他操演的距离更接近台湾，更进一步的抹除台湾的治权的部分。所以这就表达解放军对于这种各种的应对啊，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其实如果按照刚刚无论是主持人或者是郑源老师对于张幼霞的这个描述，他忘了一件事情啊，也就是听党指挥的部分。解放军在建立的时候，也就是建立了一个无法捍卫的一个准则，叫做党指挥枪。那其实党真正的总书记也就是习近平主席。那既然你挑战了习近平主席，那也就是你挑战了党，那当然你要继续的下去，继续的要能够任职下去也是个困难。所以解放军报今天在讲的就是永远吹响冲锋号，也就是他们不让这一些腐败继续的存在。但是这个腐败到底是什么？这个华尔街日报或者是其他报纸不要再吹牛了，连 CIA 都搞不清楚。之前不是特别有讲过吗？ CIA 最近10年其实要渗入中国大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大陆不断的在打除这一些CIA 的探员，而且甚至还有这个有关于法律的约制啊，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这样讲，他方式的贪腐啊，这个是南华早报曾经对于这个从李尚福那到现在张幼霞他的一个描述。那这一个描述真正的指出来的，也就是他们在共事的过程当中是曾经做过了什么，或者是他们曾经认识了哪些人。所以其实我们讲，当一个军人啊，饭不要乱吃，礼不要乱收，然后小孩不要送到西方去，因为这一些可能都是未来被拔除真正的原因。那至于说我们来看这个对台湾是不是会有进一步的影响，其实没有影响。我刚刚已经举了这个东部战区对台湾进行的这一个正义使命2025都能够顺利的推动。那至于说会不会更激进，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都有代理人，不是空缺，然后由习近平主席主掌大权，这一个是完全做错误的判断。好，那针对对台湾会不会有影响？其实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有被接受采访，他做了一个回应，他认为说，主要还是要从军事还有非军事的面向去做综合的判断，没有办法就这个高层的异动就来做判断。杨老师又怎么看？我比较谨慎一点了。我觉得台海的情势会受到影响。但是怎么样的影响要再去做评估。我个人认为张幼霞跟习近平之间一定在指挥系统上，或在某一个事情决策上出了严重的落差，然后呢不一致，甚至可能张幼霞跳过习近平做了一些决定或者是作为。我举2个最近的，就是解放军的事件。第一个就是在对台军演上，第2个就是辽宁舰的整个在穿越第1岛链和日本的军机的接触，看起来应该是整个当时对于高市早苗的发言的一个就是反制，因为那个时候的军演也是说为了要遏阻台独，以及就是
因为美国要卖1.25兆武器给我们，同时也是为了嚇阻外力，那当然就是指高市。但是这个看起来很顺畅哈，可是如果内部他们的决策，张又侠在这个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问题的决策上，如果觉得理所当然就跳过了跟习近平之间的这种商量，或者是最后请求习近平做怎么样拍板的决定的时候，这个不是在上位者能够忍受的哦。我举最简单的例子，高市早苗要发布解散国会，他其实没有事先跟麻生太郎先去咨询，寻求他同意，一直在新闻出来的前几天才告知，在一个参会上，麻生太郎自己说：“我也是被告知。”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就是解放军对台军武、军演或类似的行动上，基本上军委会主席怎么能接受这个事情？对，那就出现到了，这个整个指挥体系就变了。他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结果还跳过我。那这个东西跳过我，还联合的是参谋长，因为你要看到参谋长是决定真正的军事行动下令者。